看看小偷是如何资助乞丐的。他慢悠悠地走到一个冤种身后，巧妙地顺走了对方的钱包，转身装成捡到钱包的样子，询问是对方掉落的吗？冤种只是客套地说了声谢谢，可小偷可不乐意了，他直勾勾地盯着冤种。没办法，对方只好拿出园子作为报酬，结果小偷转身就送给了乞丐。这一套骚操作直接把乞丐看傻了。男人名叫托比，是一名侠盗，他和小贾两人搭档多年，专挑劣迹富豪下手，在行窃后都会在墙上留下到此一游的涂鸦，在网上收获了大量的粉丝，被网友称为黑白双煞。可是这对好基友现在却面临着解散的危机。小贾的妻子怀孕了，他不敢再继续下去了，一旦被抓到，他面临的刑罚会让他妻离子散。托比劝他做完最后一票就金盆洗手，并且已经找到了目标，那人是一个法官，他的家里有一个价值连城的象牙制品。岂料小贾连忙打断了他，他已经准备退休了，表示任何计划都和他无关。两人也因此不欢而散。不死心的托比决定自己动手，殊不知这将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出手。托比趁着法官外出的时候撬开后门前进别墅，就在他得手后准备留下标志性涂鸦时，身后传来铁链拉扯的声音。他循着声音找到了房子的地下室，在这里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，抽屉里竟放着捆绑的工具和一些男人的照片。忽然柜子下面有一道亮光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当他挪开柜子时，一道红色的铁门赫然出现，他通过门上的猫眼看去，吓得直接瘫倒在地。托比还不知道法官在家里安装了警报，他已经收到了家里被入侵的信息，当即开车飞奔回家。地下室的秘密绝不能被人知道，否则他将身败名裂。回到家的法官直接来到地下室，但并没有发现异常。岂料在他打电话的时候，发现墙上的画被人动过。托比趁着他愣神的功夫溜了出去，关门的声音引起了法官的注意，扭头就向门外跑去，环视一圈后却没有发现人影，只好转身回家。躲在花坛下的托比吓得冷汗直冒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惊慌失措的他急忙找到小贾，想要告诉他发现了大秘密，可小贾又一次打断了他，警告他赶紧离开，不管发生任何事都与他再无瓜葛。没办法，托比只能愤怒地离开，可是他的良心实在过意不去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警。第二天警察亲自上门搜查，托比不敢指认，只能远远地看着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法官用自己的人脉威胁警察，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当托比看到警察出来时，就知道这群警察根本靠不住。无奈之下，托比决定再次潜入法官家里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法官开始怀疑有人在捣鬼，警察上门肯定和上次入侵有关。他决定试探对方到底想干嘛，没想到托比这么快就上钩了。他趁着法官离开的时候翻墙潜入，径直来到上次的地下室。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，据男人介绍，他被法官囚禁在这里30多年。托比答应带他离开，岂料法官已经折返回家，他只能重新退回地下室。法官拿起武器试探地往前走，好在托比提前躲到了柜子里。他目睹着法官进入密室，急忙拿起旁边的锤头想要偷袭法官，没想到刚进去就被台阶绊倒在地，反而把法官吓了一跳。看着倒在地上的托比，法官拿起棍子就抡了上去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。他先是将凶器切割，再丢进家里的熔炉，连身上的衣服也丢了进去，接着按下按钮，托比就和这一堆物品一起变成了烧烤，就连最后的一点痕迹也被法官倒进马桶里毁尸灭迹。母亲丽莎发现儿子失踪了3天，当即选择报警，并且邀请小贾前来帮忙。可是面对警察的询问，他还是隐瞒了托比去法官家的事情。可他还是有些担心，悄悄来到了法官的门口，偷走了他的一封信件，提前放在托比的遗物中，故意让丽莎发现法官的存在。没想到丽莎转头就把信交给了警察，警察发现是法官的信时，突然想起了前段时间接到的一起报警电话。报警人发现有人非法囚禁，举报的地址正是法官家，他怀疑举报的人是托比，当即就带着同事来到了法官的家里。这可把法官整懵了，明明已经把托比解决了，警察怎么又找上门了？这一次他直奔法官的地下室，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发现了隐藏的密室。当法官打开密室时，里面只有摆放整齐的工具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但也并不是没有疑点，警察发现铁门上的猫眼竟然是反向的，没成想法官突然把门关上，威胁他不要多管闲事。这一举动可把警察吓了一跳，当即就以恐吓罪抓捕了法官。殊不知这都是法官故意的，他假借被捕的机会想要找到举报他的人。而坐在车里的丽莎刚好撞在枪口上，令警察没想到的是，人脉极广的法官很快就被释放。被释放的他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他将一个搓澡师傅诱骗回家。这一幕刚好被盯梢的丽莎看在眼里，法官趁着男人不注意的时候在酒里下药，看男人一直盯着家里的画像，他就为男人讲述了画像背后的故事。画像里的人是他的父亲，他根本不关心母亲的死活，偏偏对家里的一个男仆人关怀备至，受不了的母亲选择了自杀。父亲非但没有感到愧疚，反而把他送到了寄宿学校。长大后的他仍旧解不开这个心结，趁着父亲不注意的时候，他打晕了仆人，把他囚禁起来。男人越听越感觉不对劲，
自己的取向也不正常啊。假借上厕所为理由想要逃走，岂料刚走到门口他就晕倒在地，被法官硬生生拖了回来。趁着法官倒水的时候，男人拼尽全力从窗户爬了出去。这一幕又刚好被盯梢的丽莎看见，法官想要追出去，却发现丽莎的车灯亮着，没办法，只能任由丽莎把男人救走。丽莎频繁的出现引起了法官的怀疑，他开始查询女人的身份，终于在托比的社交软件上发现了她的照片。他知道不解决掉丽莎这事没完，第二天他就再次发现了盯梢的丽莎，故意把家里的钥匙放在门口让丽莎发现，没想到丽莎这么快就上当了。他偷偷潜入别墅，可是搜寻一圈后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就在他转身的时候，法官出现在面前，他拼尽全力向门口跑去。就在他即将跑出去的时候，法官冲过来硬生生把他拽了回去。这次法官也不再隐瞒，拖出来一具尸体，竟然是上次逃走的男人。法官当着他的面将男人肢解，丽莎被吓得泣不成声。他明白自己是难逃毒手了。1周后，一直联系不到丽莎的小贾来到了他的家里，发现桌子上的水果已经腐烂了。想想失踪的托比，又联想到丽莎独自去调查法官，丽莎很可能已经遇害了。他鼓起勇气来到法官的家里，却发现房子正在出售，偷偷溜进托比说的地下室，可这里早已空无一物。法官仿佛凭空消失了。此时的小贾后悔不已，因为自己的懦弱让这么多人被害，他决定再次出山解决法官。经过他的调查，得知法官已经搬到了一栋庄园里，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偷偷来到法官的卧室，举起棍子想要将法官解决，没想到对方听到了脚步声，躲开小贾的袭击，一脚将他踹倒，拿起枕头挡住了小贾的视线。等他缓过神来，对方已经不知所踪。法官利用地理优势，跑到小贾身后拿刀刺伤了他，导致小贾从楼梯上掉了下去。法官深知趁他病要他命的原则，想要一次性解决掉对手，可他终究没敌过年轻的小贾。在一顿疯狂输出后，法官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。小贾急忙跑到地下室，却发现只有被关押的仆人。此时外面警声四起，他知道已经没有自己什么事了。可在逃离现场的时候，小贾终于绷不住了，他还是晚了一步，没能救下托比母子。等警察来到现场后，发现了已经被绑起来的法官，墙上还留下了那个熟悉的涂鸦：我曾经来过。